哈喽，大家好，这集的影片内容我们来聊聊台湾的清明节。清明是24节气中第5个节气，时间落在太阳到达黄金15度，于仲春与暮春之交，大约为每年国历4月4日到4月6日之间。而作为节气的清明意，指的是春暖花开，大地空气清新，景色明澈之意。岁时百问说，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历书说，春分后15日，斗指以为清明，时万物皆节齐而清明，盖时当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，因此得名。两首意思都是指天气渐暖，雨量渐多，花草树木都开始萌芽蓬勃生长，农夫们开始赶紧插秧播种，大地呈现一片清新明亮、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因此，对于古时候的农业生产而言，清明是相当重要的节气之一。关于清明节这个扫墓的习俗，其实最早不是清明节，而是寒食节。寒食节通常是冬至后第105日，而寒食节的习俗活动通常为祭祖、春季扫墓、吃寒食等。因寒食节与清明节气的日期相近，只隔1天，所以随着时代的演变，有越来越多人把这2件事情融合在一起，大家就渐渐地忘掉寒食节，只记得清明节要扫墓这件事，最终清明节成为节日和节气合并的大日子。1935年，国民政府订定每年节气中的清明为民族扫墓节，也称清明节，但当时有节日却没放假。1970年代，对岸发生了不可描述的文化破坏，配合当时国民政府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，于1972年正式将清明节定为国定假日并放假1天，故每年清明节前1至2星期，台湾人会择时进行扫墓习俗活动，除了部分客家庄会选择春节元宵期间扫墓。台湾过去居民约有70%以上都来自闽粤，因此也将扫墓、烧纸钱、祭祀祖先的习俗带进台湾，进行时间多为清明节前1至2星期。而台湾的客家人过去移民来台较晚，富庶的地区都已经有人开发，必须离家至偏远地区工作，子孙因常年外地工作，且就是交通不发达，所以会趁过年全家团圆后，顺便完成扫墓祭祖，再返回外地工作岗位，继续为生活奋斗。老一辈客家人都会跟自己孩子教育，一定要在清明节之前完成扫墓，因此客家人扫墓时间由正月16日起，也就是元宵节次日，并持续到清明节之前。另外还有部分台南人，过去祖先为漳州人，会在3月3日，俗称3日节或3月节，也称古清明时上坟扫墓祭祖。清明扫墓祭祖主要有2种仪式，分别为闽南语念法挂纸跟陪墓。挂纸又叫压纸，就是替祖先修房子的意思。挂纸之前要先铲除墓上丛生的树枝、野草，再将木纸2、3张一叠折波纹状，用小石块分别压在木头、墓碑和后土地神。也有些地区不拘数量及方位，直接的将木纸按入木土之中，而所使用的木纸呈长方形，颜色有黄、白及5色等3种。挂纸象征子孙为祖先居处所添的新瓦，也具有识别的作用。到了清明节，凡是木头有木纸的，就表示这座坟由子孙来祭扫，反之就是无人祭拜的孤坟。挂纸完成后，还要带简单贡品祭墓、烧纸钱，才算完成挂纸仪式。陪墓则是较隆重的祭墓仪式，要清除杂草，增添流失的坟土，也可以用银珠重新描坟墓碑上字迹。通常新墓要连续陪墓3年，而如果家庭过去1年之中有购置田产或娶媳妇及生男丁，也要陪墓。此时还得准备各种纸钱、竹炮，以及一对子孙灯。子孙灯俗名又叫香仔灯，直径约为4寸，所以也叫4寸仔。灯上以朱笔写上子孙兴旺、添丁进财，或财丁两旺、富贵双全，有告慰祖先、传宗接代之意。陪墓之后，要将剥下的鸭蛋壳丢在坟上，象征欣欣向荣、生生不息。然后焚化纸钱，点燃鞭炮，才算完成陪墓仪式。现今因台湾人生活方式的改变，人们的价值观和传统观念也随之改变，其中最大原因是家庭的结构规模因少子化变得越来越小型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疏离，
因此从原本过去重视祖先的祭祀仪式，到现在更注重以纪念和回忆的方式。而过去传统扫墓时，焚香、烧纸钱、放鞭炮等过程所产生的脏乱和空气污染，也随着台湾环保意识的兴起，受到了限制和约束。所以现今台湾清明节扫墓仪式快速的简化，更多人选择将祖先的墓地整理起来，移到公共化的灵骨塔、佛寺、寺庙等地方，由专门的清洁人员去负责处理打扫的工作，并缴交管理费用，安置祖先的遗骨与牌位。到清明节时再前往安置场所进行简单的追思与悼念。以上就是关于台湾清明节的由来及现今台湾对于清明扫墓的简化。最后，如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关注与分享，我将继续制作更多与台湾相关的影片。